上次吴晓波先生聊了中铁装备怎么在欧洲扎根，这次我们把话题打开，放眼全世界，中国隧道企业到底哪儿有机会，哪儿是红海，又该怎么努力？吴总啊，我们这个会挺有意思的，开4-5天啊。是。我今天又找到机会再跟你聊，还是在这个老地方。我们今天呢，我想跟你聊一个市场问题啊，就是您在欧洲那么长时间，您觉得我们中国隧道行业在整个这个世界来说，哪些地方有机会？这个机会的大小，以及这些市场的特点啊，根据你的了解，能够做一个分析吗？先从欧洲讲起，是这样的，欧洲的承包商在隧道行业，它是比较有传统的，他们很强。就是传统的，我就说，欧盟的欧洲这些地区，包括西欧、东欧、北欧了。作为中国的承包商，原则上，除非有特殊的情况，或者是你就是收购一家欧洲的公司，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否则的话不建议花你很大的精力进来，因为什么呢？它这里头它有一些这个壁垒，这个壁垒呢，主要是从安全角度上和标准角度上。这样的话，挡出来了。对，东欧有个别国家，比如说塞尔维亚，使用中国的钱，这是倒是有可能，有中国的对，用中国的标准或什么，这都有可能。个人认为呢，就说是对国际承包商比较开放的，一个是我们现在我就要说大中东地区以及大南美地区。先说中东地区。传统中东呢，大家比如说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在阿联酋和沙特，包括多哈还不多，有一些。这3个典型的地方呢，咱们中资企业已经很多了，而且有些项目互相之间可以说用血流成河吧，很卷。所以说我不建议再在这3个热点地区进行额外的介入，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特殊的机会吧。但是中东地区很大，一些别的像科威特、像利比亚，这些地区，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也收到一些客户的要求。他们就上来就说什么呢？比如说科威特最近有个项目，他就说我整个科威特城靠海这大概一半，整个上下水从主街道一直到分区进行重新调整。这样的话，涉及到大概是130公里的隧道，就是从主街道可以说是将近4米左右的。可以用盾构机，然后呢，小的盾构机，包括一些支的，从2.8米、2米、1.8米，那就是顶管。对，这都是顶管。而且他们要求什么呢？作为业主，作为科威特市政府，他就说我给你我的要求，主干道是什么方量，然后呢，支干道是什么方量，你根据我这个，你设计，你给我一个 budget， 我批准了，你就干了。他是这样的，就没有一个公开招标，像前不久迪拜蓝线或者是迪拜阿布扎比高铁啊，这是属于这种很大的。这个当时业主就说了，同样类似情况，比如说利比亚也有，利比亚其实现在包括叙利亚什么都有，现在有些地方相对来说还是安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像这种情况啊，你可以给他一张我给你的这个名片嘛，我的那个 Engine Find 的工程云链，对，这个上面实际上有我们一些中国的社区员的，对，包括您说的那个市政系统啊，这个中国这方面经验还是很丰富。毫无疑问，中国这方面现在就是什么呢？像这种项目呢，是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牵头方，带着设计院，带着什么一起。首先我去之前，我不能空着手去，我去之前我应该。或者我有一个类似项目的一个方案，或者是根据他这个情况，我先做一个大概方案，去了以后给他演示，然后呢，因为中东人他很多时候呢，他动不动就问多少钱，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 budget， 就一个预算价格。阿拉伯人做生意的，对，阿拉伯人做生意然后呢，南美
南美其实下一步项目很多，包括比如说波哥达地铁、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包括一些矿山的，包括一些公路隧道，因为他们那边吧，欠的比较多，欠债。波哥大1号线是高架，因为他们应该往下走，往那个地质。波哥大现在就是正在投标，是吧？对，2号线可能是往下的，往下的。比如说这个圣保罗的2号线、1标、2标、19号线、5号线，就是很多了。这些地方呢，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的企业很多，就是我自己认为我做这些项目从技术上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国际项目上呢，不光是技术上，你要有当地企业，我们这个思维到国际项目，我们一定要联营体。这个联营体的其中一方一定是当地伙伴公司，他们会起到很多你想不到的作用。除了他帮助你一块拿标以外，这里头还有一个思维方式，包括因为毕竟咱们是从外边来的，对当地的一些我们认为是这样的习惯，实际上不是。其实巴西啊，在国际税协啊，他们也比较活跃的。在国际税协的历史当中，我知道的哈，就有2位巴西人担任过国际税协主席，所以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容易通过他们这些关系能够找到合适的合作对象啊。对，比如说巴西地铁19号线一共3个标，其中最早呢有一家中国公司呢是投完标以后，它应该是第1名，但是呢后续由于各种原因呢被取消了。所以说这里头呢因素很多了，所以说这个里头我们一定要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想着我到海外去，我要遵守海外的规则，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刚才讲到了欧洲，现在也谈到了美洲，那么这个世界其他几个市场您怎么看？北美基本上没有希望，作为承包商，但是作为设备供应商还是有希望。哎，这里头我还再加一句，就说是，过去10年、15年，由于这个西方的全球化策略，他们本土的工业已经很弱了。这个不光是美国、加拿大，包括欧洲，所以说我们中国的我们叫除了盾构机以外的别的隧道施工的配套很有机会。您说的对了，其实是吧？我这个工程云链里面就有很多工程隧道工程配套企业，因为他们都是小企业，专精尖，但是他们不可能像你们公司一样，在这个会议上、国际会议上放一个好大的展台，花个10几万、20万，这个对他们来说不可能。那么他们确实是加入到我这个工程的云链里面来展示啊，这个确实是这样。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欧洲一般都是2次注浆，就是双叶注浆。双叶注浆它要 A 叶的搅拌站，这个说老到目前为止，在国内我们没有找到一家合适的企业，A 叶搅拌站能有 CE 标准，文件也做得不错的没有。然后呢，比如说甚至是在欧洲泥水盾构，它钢管它都需要进口，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你对印度市场怎么看？印度市场当时我在维尔特 NFM 的时候，去过2次以后，感觉不是特别好，主要是印度的诚信，钱很难拿到。但是印度也有，跟以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它有2类项目，一类是他们国内的项目，我同意你的观点，小心一点，卖给他东西以后，信用证100%开到手，对，是吧？还有一类，它也是国际财团融资的，对，那一类呢，它比较规范了，是吧？对，那个是可以做，因为我在印度做的。当初我们就是做一个国际财团融资的项目，是德里的地铁延伸线，这个它是不一样的国际标啊，那是叫国际标，那个还是能保证的，所以还是要看情况啊，看它的资金的来源。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市场啊，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想要问你的，市场找好了，怎么个打法？是不是中国人过去以后，应该我们中国公司自己包团啊，还是应该跟当地公司合作啊？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这个是这样的，就说是，干我们这行业，我一直在说3要素。第一个就是说，我说人的3要素，因为这里头啊，合作主要是人之间的合作。第一个要懂技术，一定要懂技术。第二个要懂英文，
第三个，懂国际这个行业的规则。对，如果这3样都有，这是很完美的。这样的话，我和当地的伙伴公司的沟通共同很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合适的人参与这个项目。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被世界银行专门我们培训。对，当初的话，我们中国还没有加入 WTO，那么世界银行就是要培训一些中国的土木工程领域的，能够将来跟国际交流的，我是其中之一啊。但是我们学的就是那些合同条件，费德克条件啊，是吧 ？ICE 啊，这些实际上就是为了跟将来在国际工程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对，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很重要。我的一些同学，当然大部分现在退休了，很多后来就是从事国际土木工程市场的工作，包括我个人也是搞国际工程。咱们中国人呢，其实我跟你说，从技术角度上，刚才3大要素，第一点最重要是技术，咱们中国人的技术没有问题，但是呢，后2项很多中国人呢缺少后2项。我经常看见，我经常去一些工地，有我们中国人，有外国人的工地。我这些年，这20年去过很多，碰见过很多次，就是什么呢？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之间在工地里头啊，大家都是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工地的，大家互相起码脸都熟的，这么走过去以后没有反应，就是至少起码我要说 hello， 或者 Schmidt 或者是什么 Jürgen 或者之类的，我说你 hello Jürgen hello Schmidt 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就没有反应。这样的话呢，让外国人觉得不舒服。其实我们没有这些态度，我们没这个习惯而已。对，这就是语言和造成的，就是或者一些性格，就是很多中国人叫什么，我把我的技术做好就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毕竟大家在一个团体工作，要互相要有交流。对，非常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个人认为对我们中国的同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么好，差不多了，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吧。好嘞，欢迎大家和我们交流。再见。